来了，华远项目数据事务由你负责，你主动降职，公司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原方案的预估转化率是12%，你改成28%。项目成功你抢功，项目失败让我背锅。林夏，注意你的身份，我是你的下属，不是你的替罪羊。不签就滚出盛传。想让我背锅，周副总，你的脸是上市了吗？这么值钱？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！放开他！顾董，您不是明天才回国吗？我要是明天回来，盛川是不是就要改姓周了？公司邮箱保存着原始方案，数据是谁改的？明天审计报告告诉所有人。林夏擅自决策，我只是正常追责。在结果出来前逼员工认罪，这叫正常追责。从今天开始，林夏负责的项目直接向我汇报。原来你就是顾城川，顾总，今天这事儿够仗义。你对老板一直这么随便？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尽管找我，我罩着你。谢谢你。别怕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别怕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顾总，你这搭讪方式有点老啊。审计结果已经出来，华远项目数据于昨晚11点47分被修改，操作电脑在周副总办公室。我的电脑不止我一个人能用。昨晚11点40分到12点，您的助理不在公司，办公室监控显示只有您进去过。周副总，现在是谁该滚出盛川？我只是判断失误，没必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。陷害下属是判断失误，那什么才算故意？林总监，对不起。什么？没听见？对不起。不过我接受的是道歉，不是你的狡辩。你不是说顾城川明天才回来吗？现在我在整个市场部颜面扫地。是你自己做事不干净，怪得了谁？苏小姐，数据是你让我改的，证据，想继续留在盛川就把嘴闭紧。林夏接下来负责的项目不还是要经过市场部吗？你想让我继续对付他？我只是不希望一个不懂规矩的人留在程川身边。顾总，你刚才笑了吧？没有。我都看见了。你平时总板着脸，不累吗？你平时总说实话，不怕得罪人吗？怕啊。那你还说？因为怕也不能让别人把脚踩在我脸上。以后我罩着你。顾总，没事，华远项目继续由你负责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等，谢谢顾总。看来你不光会搭讪，还会等人。我昨天的问题是认真的。可我真不记得见过你。像你这么显眼的人，见过应该忘不了。顾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听着声音，跟着我的节奏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别看四周，看着我。别怕，跟着我敲，3下快的，2下慢的，我在外面陪你。顾总已经没事了，你可以松手了。
这个敲击节奏你从哪里学的？小时候就会，具体谁教的我也记不清了。你小时候在哪所小学？程川，你最怕被困在密闭空间，怎么不通知我？原来顾总也有害怕的事。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。放心，我嘴严。不过你欠我一次。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好了再说。刚才谢谢你照顾程川，他不喜欢把软弱的一面给别人看。我只是刚好在电梯里。你刚进公司，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和程川从小一起长大，两家的长辈也一直希望我们结婚。所以，你是顾总的未婚妻？程川不喜欢公开谈感情，不过大家早就默认了。明白，地下未婚妻。顾总，文件给你，顺便祝你和苏小姐百年好合。什么百年好合？林总监误会了，我只是告诉他家里长辈一直很看好我们。不是误会，苏小姐说你们早晚都会结婚。苏婉宁，我从没答应过婚约，以后别再拿长辈当借口。程川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那这个玩笑挺省钱，连戒指都不用买，直接把婚定了。你刚才为什么祝我百年好合？公司领导结婚，下属提前祝福，不应该吗？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顾总不用跟我解释。你看起来不高兴。错，我就是没吃饱，跟你结不结婚没关系。重新调整推广策略后，7天内可以挽回核心客户。7天，华远已经发来终止合作函，你拿什么挽回？林总监刚接手就丢掉最大客户，我建议立即撤掉他的项目负责人职务。客户为什么突然终止合作？周副总心里没数吗？自己没能力，就别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好，7天之内我重新拿下华远。拿不下来呢？我主动离职。林夏，职场不是赌注。那就看结果。我要是成功，周副总必须交还被他扣下的项目权限。一言为定。赌约成立，7天后我看结果。你以为顾承川替你说过2句话，你就能在盛川横着走？我一般竖着走，横着走的是螃蟹，还有不讲理的领导。华远不会见你，7天后我亲自替你收拾东西。那你最好准备个大箱子。怎么，东西很多？不是，怕你输掉的脸，普通箱子装不下。顾董，华远方面确实拒绝与林总监沟通，查清楚周明远做过什么，但暂时不要帮他。你想看他怎么破局？他敢用自己的职位做赌注，就该有赢的办法。人呢？周副总把项目组的人调去培训了，宣传预算也被冻结了。公司正常安排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一个人也能拿下华远吧？赌不过就掀桌子，周副总挺输不起啊。你还有6天。进老板办公室不需要敲门。敲完了，顾总，我要权限。你想让我替你调人、拨预算？不要人，也不要钱，我只要跨部门临时调度权，谁愿意跟我干，由他们自己选。如果没人愿意呢？
那就证明我平时做人太失败，活该输。我不保证加班少，也不保证不挨骂，但项目赢了，功劳写每个人的名字，愿意跟我干的留下。他学习特别好，以后不会的题都可以问他，谁也不许欺负他。林总监很会聚进员团队，他一直都这么会保护别人吗？林总监，华远负责人答应今晚见你，但地点是私人酒局，周副总也会去，鸿门宴也是宴，去。林总监好大的架子，让我等了10分钟。路上堵车，改天我给城市规划部门提意见。想让华远继续合作，先把这杯喝了。我来谈项目，不是来考酒量。林总监不喝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喝完这杯，再陪我单独聊聊，合同和回扣都好商量。王总，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。什么意思？录音还不够清楚，我怕法务听不明白。这杯酒我不喝，你清醒清醒。林夏，你疯了！得罪华远，整个项目都得完。这种项目不要也罢。顾董，一个市场总监敢这么对客户，你不管？向员工索取回扣还动手骚扰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真要放弃上千万的合同？盛川不挣这种脏钱。保存录音，交给法务，终止与华远的一切合作。顾董，华远一走，7天赌约怎么办？周副总急什么？客户没了还可以再找，底线没了可捡不回来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告诉你干什么？让你派保镖跟我吃饭。如果我没来呢？那你就不是来救我的，是来救王总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再晚一步，他脸上就不是一杯酒了。顾总，你又笑了，承认一下会死啊！今天是赌约第5天，华远已经正式解约，林总监还准备硬撑多久？赌约是7天，现在就急着庆祝，不怕香槟开早了吗？没有华远，谁会接手这个烂摊子？我们远程集团愿意接手，而且合作预算比华远高20%。陈总，您之前不是拒绝过吗？我们看到了林指监拒绝回扣的录音，能守住底线的团队，才值得长期合作。合作愉快。周副总，7天还没到，客户已经回来了，该兑现赌约了。远程只是口头意向，项目能不能落地还不一定。合同已经完成法务审核，即刻生效，把项目权限全部交还林夏。恭喜林总监。笑得太勉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丢了客户。顾总，远程突然答应合作，是不是你打了招呼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他们看重的是你的能力和底线，这是你自己赢来的。别人都说你冷，我觉得他们眼神不太好。程川，你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夸过一个人了。他值得。
林总监，切蛋糕吧。顾城川，一点小伤，都流血了还逞强。你的脸变成粉色云，嘴角忍不住泛起笑意，这一秒陷入爱情，几秒映入你身影，你浅浅微笑给了我回应，告别孤单的坏情绪，因为你是甜蜜的空气，我想我们陷入了爱情。是谁教你这么包扎的？不知道，小时候就会，可能是我妈教的吧。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20年前的事儿，谁能全记住？怎么，这个节犯法？这样绑最结实，以后看见这个结，你就知道是我包的。没有，只是很像一个人。你的初恋？不是。回答这么快，看来比初恋还重要。好了，这几天别碰水。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人，难道真的是林夏？顾总，别总板着脸，容易老。午饭记得吃。放下。我以为是没用的废纸。以前女员工送来的东西，你从来不会留。他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苏总监，这是我的私事。哦，明白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演员已经签约，我拦不住林夏了。不是拦不住，是你没用。顾城川现在护着他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下周的集团酒会，重要股东和投资人都会到场。一个刚坐稳位置的市场总监，要是在酒会上出丑，你说董事会还会信任他吗？你有办法？我会让他明白，盛川不是他想来就来，想追谁就追谁的地方。集团酒会，轻松休闲装。谢谢苏总监。万一他临时发现呢？酒会开始前，我会让人缠住他，等他穿着便装站在所有股东面前，顾城川还能怎么护他？林夏，游戏才刚开始。林总监，这里是集团酒会，不是菜市场。你穿成这样是来给盛川丢脸的吗？林总监，对不起，可能是助理误发了邀请函。你要不先回去换衣服？酒会看的是人还是衣服？如果穿得贵就能谈成生意，盛川还招市场总监里干什么？直接开服装店好了。谁规定他穿的不合适？今晚的重要投资人都在，他这样会让别人觉得盛川不专业。我只看能力，不看裙子。 林夏，游戏才刚开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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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看能力，不看裙子。
后勤人员走侧门，这里是贵宾入口。我是来参加酒会的。邀请函呢？他是瑞意资本的何敏董事长。飞机晚点，行李也丢了，没来得及换衣服。看来周副总觉得我也不配参加酒会。何董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何董，项目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衣服不影响我们谈合作。瑞意资本愿意投资华远项目，盛川有林总监这样的人，我放心。顾董，你的眼光不错。你早就认识何敏？做市场不认识客户可以，不认识投资人可不行。为什么没告诉周明远？他连人都看不清，告诉他也没用。听说顾程程又替你说话啦？他人确实不错，没有未婚妻，人又帅，还会护着你，你不追，留着过年？有道理。顾总早，追求第一天，先从早餐开始。我不吃甜食，不吃算了，我为秦助理。送给我的东西再拿走不合适，你不是不吃吗？可以留给别人。无糖豆浆，全麦三明治。我早上不喝豆浆。顾总，你能活这么大，秦助理挺不容易吧？秦征，送客。明天继续。黑咖啡，甜面包，最后一次。我说过不吃甜食。最后一次，再送错，我就换追求方式。抓到了！顾总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挺诚实啊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最不怕浪费时间。秦助理，程川不是从来不吃甜的吗？可能口味变了。顾董和苏总监要订婚啦！新闻都出来了，说两家正在商量婚期。新闻的事你应该看见了吧？顾承川不是说你们没有婚约吗？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婚姻不只是感情，还关系到股东利益。他不方便公开承认，不代表两家没有安排。所以他一边跟你谈婚事，一边默许我追他。承川不会拒绝别人，但最后能站在他身边的人只会是我。林夏今天没来，林总监在公司，只是没给您送早餐。我没问早餐，是我多嘴了。为什么躲着我？顾总要订婚了，我应该避嫌。谁告诉你我要订婚？新闻、照片，还有你的未婚妻。他不是。顾总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做第三者。等你把感情处理干净，我们再谈。
查清订婚新闻是谁放出去的，明天的发布会，我亲自澄清。顾董，外界传言您将与苏小姐订婚，请问婚期是否已经确定？这是我们的私事，还是让程川回答吧。我没有未婚妻，也没有任何订婚计划。那网上的合照怎么解释？普通家庭聚会，有人故意利用照片制造婚讯，盛传法务部会追究责任。所以您和苏小姐只是同事关系？是。澄清的挺干净，满意了。一般，声音可以再大一点。现在相信我没有未婚妻了？相信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早餐恢复供应。我什么时候同意你继续追了？你没对象，我没男朋友，我追你合理合法。顾总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妈，你来就来，搬这么多旧东西干什么？你爸清理老房子，把你小时候的东西送了过来。这个你还留着呢？当然留着，这可是我小时候送给朋友的同款。那个总被同学欺负的小男孩，他不爱说话，不代表应该被欺负。都20年了，你还记得他？要走就走，孩子必须留下。慢慢跟我走，转学手续我已经办好了。你真的要走吗？我妈要带我去很远的地方。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一人一条，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看看他。就当我还在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那你可要变勇敢一点，不然怎么找我？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。这些年你一直没找到他，我只知道他叫沈川。后来学校合并，联系方式也没了。说不定人家早就把你忘了。忘了也正常。20年，谁还会一直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？以后我罩着你。为什么这么小？这是什么？30天追求计划。拿回去。你先看，第一，不耽误工作；第二，不搞办公室特殊待遇；第三，30天后你还不喜欢我，我自动退出。你追人还要做计划？我做市场的，没有期限和目标，那叫瞎忙。我没时间陪你胡闹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讨厌我吗？不回答就是不讨厌。那我有追求你的权利。你不会成功。顾总，话别说太满，容易被打脸。追求第1天正式开始。林总监追男人，也要闹得全公司都知道吗？光明正大，总比自己编婚讯强。
顾董，您不是说他不会成功吗？留着提醒他，30天后遵守承诺。那您为什么在台历上也画了红圈？你很闲。我去工作。顾董，发动机可能进水了。顾总，追求第5天，这是老天爷给我制造毒株机会。外面暴雨，车还坏了，你觉得这是机会？和喜欢的人困在一起，怎么算都不亏。顾总第一次主动关心我，值得纪念。员工生病会影响项目进度，给我批衣服是为了项目？不然呢？嘴硬的人一般都怕承认心动。你怕打雷？不怕，我就是给你一个保护我的机会。嘘。你到底是谁？林夏，好久不见。陆学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顾总，这位是启星科技的陆文泽，也是我大学学长。顾董，久仰。启星愿意让出5%的利润，换取长期合作。这个条件已经非常有诚意。风险评估不够完整，方案退回重做。顾董认为哪里需要修改？所有地方。那我今晚请林夏吃饭，详细讨论一下。林总监今晚要加班。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知道了。顾总，你是在安排工作，还是不想让我跟陆文泽吃饭？工作期间，应该与合作方保持适当距离。我和他认识10年了。所以你们以前交往？顾总，你吃醋啦？没有。那我今晚去吃饭。项目报告今晚交。还说不是吃醋？顾城川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喜欢我了？林总监，核心样机的数据已经导入。小心！样机没事，数据也在。闭嘴！轻微骨裂，需要休养，近期不能提重物。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按时休养就不会。一个样机而已，值得你拿命去活？里面有整个团队半个月的测试数据。数据没了可以重做，人出事怎么办？我计算过角度，不会砸到头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顾城川，你在害怕我出事？以后不许再做这种事。你以什么身份管我？苏总监，顾董说公司的事明天再处理。他为了林夏，连董事会都不参加了。顾董现在只关心林总监的伤。
顾总，你削的不是苹果，是艺术品，再削2刀就只剩活了。嫌弃就别吃。吃，董事长亲自服务，外面可买不到。你一下午没离开，是因为我是你的员工，还是因为我是林夏？有区别吗？当然有。员工受伤，老板应该慰问；喜欢的人受伤，才会一直握着他的手。现在松开，晚了。顾城川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董事长，也不是因为你替我出过头，就是看见你我会高兴，看见别人切近你我会不舒服。林夏，你可以拒绝，但不许再拿沉默敷衍我。我在意你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一段感情。不会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城川，公司出事了，远程收到匿名举报，说我们的项目数据造假，董事会正在等你回去解释。顾总，工作重要，你先去吧。等我回来。抱歉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是，打扰的特别准。不过没关系，没亲上的，早晚能补回来。林夏，既然你非要抢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一无所有。匿名邮件已经发给远筹集团，举报人称林夏3年前负责海盛项目时，不仅伪造市场数据，还向客户索取5%的好处费。给我5%，数据问题我可以处理。现在远程要求盛川立刻更换项目负责人，否则他们会终止合作。一段来历不明的录音不能证明任何事。顾董，您不能因为私人感情无条件偏袒林夏。你怎么出院了？对付我的人都在加班，我怎么好意思躺着？林夏，你来的正好，录音里的声音是不是你的？是我的声音，但话不是这么说的。证据摆在这里，你还想狡辩？我申请公开核查，录音来源、剪辑痕迹、项目账目全部查清楚。林总监，你的身体还没恢复，不如先停职休息。清白没了，休息的再好也没用。给我1天时间，我把完整录音找出来。好，明晚之前暂停一切处罚。医生让你休养，你不该回来。你是不是相信那段录音？我相信你会给我答案。3年前那次会议，赵总确实提出过给你回扣。举报录音就是从那次会议里剪出来的。你当时负责会议纪要，有没有保存完整录音？原手机已经坏了，不过公司会议系统可能有云端备份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录音已经证明林夏主动向我索取好处，这样的员工，盛川还要继续留着吗？顾董，24小时已经到了。赵总，剪录音的时候怎么不把后半句也留下？我给你5%，市场数据的问题，你给我5%也不行，假数据我不会签，这个项目我也不会接。剪辑版把赵总的前半句和我的后半句拼在一起，就成了我索取回扣。从现在开始，盛川终止与海盛的一切合作，并依法追究恶意诽谤责任。周副总刚才口口声声要求处罚林夏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只是根据现有证据提出建议。周副总每次看见假证据都特别兴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做的。第7页的附加条款，你最好重新看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周明远在违约条款里加了一项，如果项目延期，所有责任由市场负责人个人承担。你为什么提醒我？我喜欢程川，不代表我赞成周明远用这种手段害人。林总监，合同审核完了吗？周副总想让我个人赔偿几个亿，你这么有胆量，怎么不签自己的名字？只是法务的格式错误。
那就让法务查查是谁要求他们改的。刚才谢谢你，你不怀疑我和周明远是一伙的了？情敌是情敌，人品是人品，你帮了我，这个人情我记着。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做朋友。我的电脑突然死机，董事会邮件10分钟内必须发出去，能借你的电脑用一下吗？用吧。林总监，远仪的陈总找您。我出去一下，你发完邮件直接锁屏。林夏，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。接下来进行浮桥接力，最先拿到旗帜的小组获胜。医生允许你参加。医生说适量运动，顾总放心，我不会再拿命保护妻子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这么紧张我，很容易让人误会。林夏，林夏，醒醒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醒了就松手。我刚落水，浑身没力气。刚才睁眼偷看的时候，力气挺足。抱都抱了，别拆穿我。难怪顾董一直护着他，他拿下的项目，说不定都是顾董送的。秦征，删除帖子，查出发布人。不能删，这是造谣。现在删掉，别人只会觉得你替我压消息。董事会已经有人要求调查，如果不尽快处理，对程川和公司都不好，那就公开调查。没必要为了几句油盐证明自己。有必要，我不能一边追你，一边让别人觉得我的成绩都是你送的。公开我的入职流程、项目数据和全部绩效，我接受所有员工监督。你知道这样会面对什么吗？我敢追董事长，就不怕被人议论。照片是你放出去的，他不是想证明能力吗？我给他这个机会。万一审核查到别的东西怎么办？该查到的会查到，不该查到的永远不会出现。为保证公平，顾董是否需要回避本次评审？需要。顾董与我存在私人关系，由他参与，审核结果不会有说服力。可以，我不参与评分。入职以来，我负责3个项目，华远项目更换合作方后，收益增长27%；远程项目提前完成第1阶段目标，瑞意资本新增投资5000万。这些项目都得到顾董特殊支持，不能证明是你个人能力。我的每一次资源申请、人员调度和客户谈判都有记录。周副总如果认为存在特殊照顾，可以拿证据。华源酒局是林总监自己去的，远程合作也是林总监独立谈下来的。林总监负责的市场项目中有320万元宣传费用去向不明。320万，林总监，你不是说自己的项目干干净净吗？这笔钱不在我的预算表里。付款编号属于你的项目，供应商签字也齐全。林总监，这恐怕需要你解释一下。看来靠关系上位只是小事，挪用项目款才是大事。调出这笔款项的申请时间2个月前上午9点13分。
那时候我还没有项目财务权限。林总监的财务权限是1个月前由顾董批准的。付款编号虽然属于我的项目，但审批账户是谁的？市场副总裁周明远。我是按正常流程审批，具体付款由财务部门负责。收款公司成立不到半年，没有办公地址，也没有实际员工。周副总审批320万的时候，没发现吗？可能是下属提供了错误资料。出了问题永远是下属。周明远，你这个领导做的倒是轻松。林夏的绩效审核通过，所有流言不攻自破。周明远暂停市场部全部财务审批权，降为普通项目副总，接受后续调查。顾董，我为公司做了10几年，所以我才给你机会配合调查。你说会保住我，现在我连财务权都没了。至少你还留在公司，原始合同已经销毁，顾城查不到苏家，也定不了你的罪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等，林夏很快就会替你背一个更大的罪名。顾总最近很喜欢关心人啊，只关心你。刚才那么多人怀疑我，你紧张吗？我知道320万和你无关，这么相信我？你不会为了钱丢掉自己的底线。那30天追求计划能加分吗？林夏，我确实喜欢你。你终于承认了。可你总让我想起一个人。女人？一个认识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的人。所以你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像他？我不知道，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熟悉。你说的话、做事的方式，甚至一些习惯，都和他很像。顾城川，不管你在找谁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。所以我需要时间弄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可以，但30天不会暂停。城川跟他说了什么？顾董的私事，我不方便说。既然你已经承认喜欢我，就别让我等太久。30天还剩多久？10天。我会在期限结束前给你答案。报告完成。顾总还有什么工作要安排吗？没有。那我去找陆文泽吃宵夜。已经10点了。成年人10点吃饭不犯法。他对你不只是同学感情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肯向前一步，总不能不许别人靠近。别去。以什么身份留我？我可以主动，但不能永远站在原地等你。如果你只把我当另一个人的影子，就放手。我喜欢的是现在站在我面前，会顶嘴、会闯祸，还敢追老板的林夏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苏总监。顾总，这算给我答案了吗？只是告诉你，别去找陆文哲。亲都亲了，还不承认？30天还没结束。准备好了，顾总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承认喜欢我。周明远，半小时后到老地方，把信息部经理何强也带来。苏小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这是林夏工作账号的访问凭证，我要你在不触发警报的情况下，远程登入他的账号。伪造员工登录记录是犯罪，我不能做。你欠下的300万，我父亲已经替你还了。你儿子在国外治疗的费用，也是苏家出的。现在告诉我，你能不能做？
公司马上启动星环项目，只要核心资料从林夏的账户发出去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在行业里立足。如果顾董追查服务器日界，迟早会发现。那就把日志做得干净一点。什么时候动手？等林夏拿到星环的全部资料。你只是想赶他出公司？不，我要让顾承天亲手把他赶出去。集团最高级别项目星环即将启动，你负责市场发布和推广方案。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，不怕别人说你偏心？任命通过了董事会表决，靠的是你的成绩。那我保证，让星环成为盛川最成功的项目。星环智能手环是盛川未来3年的核心项目，正式发布前，任何资料不得离开项目专用系统。每个人只有与工作范围对应的访问权限，所有操作都会留下记录。市场发布方案由我负责，我会在1个月内完成品牌定位和客户预绕。战略投资部会全力配合林总监。合作愉快。等忙完这个项目，再带你去修。林夏已经离开，可以动手了。项目系统有双重验证，远程登录可能触发警报。他的登录凭证和恢复密钥都在这里，剩下的是你的事。文件已经发出。清理远程记录，让系统显示是他本人操作。林总监，万联科技突然召开新品发布会。万联科技正式推出万新智能手环，其市场定位、定价策略及宣传内容与盛川尚未发布的星环项目高度相似。不可能，这句宣传语只有核心项目组知道。我们的3个预定客户刚刚取消了签约。秦征，立刻通知顾总，星环出事了。万联不仅掌握市场方案，还有星环的核心报价和客户名单，可以确定公司内部发生泄密。星环资料只有少数人有权限，查登录记录就能找到泄密者。何强，调取全部操作记录。昨晚11点07分，有人下载了完整市场资料，并发送到外部加密邮箱。使用的是谁的账户？林总监的。昨晚我离开前已经锁定电脑，也没有发送任何邮件。账户是你的，电脑也是你的，难道系统会自己泄密？林夏，这件事我会亲自查清楚。盛川核心项目被竞争公司提前发布，是否存在内部泄密？据说泄密者是盛川市场总监，消息是否属实？林总监，这次
恐怕不是一句误会就能解释清楚。泄密文件由林总监的账户下载，发送设备是他办公室的电脑，操作时间为昨晚11点07分。那时候我在茶水中接客户电话。监控显示，你昨晚10点到11点15分一直在公司，没有其他人进入你的办公室。没有人进去，不代表没人能远程操控。系统没有发现远程登录痕迹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你还想把责任推给系统？把原始服务器日记给我。原始日记涉及公司最高安全权限，不能交给个人查看。星环项目损失至少5000万，如果不立刻处理，市场会认为盛川包庇泄密者。我建议暂停林夏全有职务，接受调查。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谁也不能认定他有罪。顾董，您又准备无条件相信他？我不需要任何人无条件相信，我只要完整的操作记录。林总监，如果真是账户被盗，你应该能拿出证据。我会拿出来。秦征，封存所有服务器，任何人不得修改数据。顾董要封存服务器，原始日记里还有一段远程访问残留。在秦征到达之前，把它清理干净。从现在开始封存全部服务器。我已经按照要求停止所有操作。昨晚11点到11点10分的底层访问记录为什么不完整？系统自动清理缓存，可能刚好覆盖了。昨晚11点06分，系统重新验证过一次恢复密钥，但日志里没有申请恢复密钥的设备记录。有人用复制的凭证登录，又删掉了访问痕迹。只有信息部高级管理员能做到。我需要24小时找到证据。客户正在取消合同，我们没有时间陪他慢慢调查。立即开除林夏，才能向市场表明态度。给我24小时。你已经没有资格提条件。24小时后，如果我拿不出账户被盗的证据，我接受公司的任何处理。我同意。程川，这个决定可能让公司损失更多客户。损失可以挽回，冤枉一个人，挽回不了。林夏已经发现恢复密钥被人使用，发现不等于有证据。 24小时够他查到很多东西。那就在24小时内，让所有证据都变成他做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河墙那边还有一条备用通道，我会让他从林夏账户再发一份加密文件出去。泄密邮件经过一台临时云服务器，运营商是启星科技曾经合作过的供应商。你怀疑陆文泽？不，我需要他帮我查服务器的实际租买人。这台服务器3天前才注册，使用的是假身份，不过付款账户与万联科技的一家外包公司有关。能拿到原始付款记录吗？我在万联有个技术朋友，他可以查，但身份不能泄露。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顾城川。你怕盛川内部还有泄密者？对方能复制我的账户，说明就在公司内部。 我本来不想让你看，
但林夏在调查期间私下会见陆文泽。这说明不了什么。启星为万联提供过云服务，泄密邮件使用的中转服务器也和启星有关。你去了哪里？查线索。和陆文泽。你派人跟踪我，为什么瞒着我见他？因为线索没有确认，我不能暴露帮我的人。连我也不能说。24小时还没结束，等我拿到证据，我会把一切告诉你。冻结这笔换项，我不认识转账公司。董事会已经查到转账，海龙咨询就是泄密邮箱登记的关联公司。这是有人故意把钱打进我的账户。董事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要求你立刻到场解释。走。林总监，竞争公司的钱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账户里？我已经主动申请冻结。任何人都能向别人的账户转账，这不能证明我收了钱。单独一笔转账或许是巧合，但如果还有证人呢？我昨晚看见林总监将黑色 U 盘插进电脑，复制了星环项目资料。你在撒谎！昨晚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，我经过门口时亲眼看到的。那你为什么昨天不说？我怕被报复。林夏泄密后与陆文泽秘密见面，紧接着又收到200万。顾董，还不够清楚吗？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公司几千名员工都在等你的决定。调查还没结束。如果你因为他失去董事会信任，他会成为毁掉你的人。泄密当晚，我看见何经理在机房远程连接过您的电脑。你确定？我还发现服务器日记被人为删除，备份在我的私人硬盘里。你愿意在董事会上作证吗？下午3点，我把硬盘带过去。听说你妻子刚调到盛腾集团旗下的医院，你女儿也准备出国读书。你想干什么？把硬盘交出来，带着家人离开这座城市，否则，你全家都会失去现在的一切。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刘航今天递交了辞职信，订了出境机票，家人也联系不上。他被人威胁了，还是根本不存在这个证人？股价已经下跌15%，3个核心客户宣布暂停合作。顾董，如果今天还不处理林夏，董事会将重新评估您的管理资格。你的24小时已经到了，证人找到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找证人？周副总刚才在会议上说的。董事会让你开除我，我还能再争取时间。不用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抛开邮件、照片、转账和所谓的证人，你到底信不信我？林夏，我想相信你。我问的不是想不想，是信不信。我必须对公司和所有员工负责。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我不能只凭感情做决定。所以你不信？
我只是需要证据。如果有一天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，你相信的是证据，也不是。这两者没有冲突。有，因为在我最需要你相信的时候，你犹豫了。所以你不信。我只是需要证据。如果有一天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，你相信的是证据，也不是我。有，因为在我最需要你相信的时候，你犹豫了。林夏，顾程程，这次我不会再求你给我时间。程川背后是整个盛川，他不可能为了你放弃公司，所以你准备了这么多假证据，就是为了逼他做选择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最好听不懂。等我找到刘航，第一个查的就是你。星环项目直接损失超过5000万，公司股价持续下跌。顾董，林夏和盛川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案件还没有最终结论，继续拖延，只会让所有人认为你在包庇他。如果顾董无法处理，董事会只能暂停您的职务。签吧。林夏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不是输给了证据，是输给了你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。林总监，交接人员已经到了。一人一条，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看看他，就当我还在保护你。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那我们拉钩，谁也不许忘了谁。林向南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林夏，夏满，马上查林夏的人事档案，重点查他的曾永明和小学经历。顾董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找到他了，原来你就是满满。手链呢？顾董还有什么事儿？你的手链在我这里，放在人事部，我明天去取。林夏，这条手链你从哪里得到的？和你没有关系。是不是20年前一个叫夏满的女孩留下的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以后我罩着你。你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我。你保护了我那么久，我却亲手把你赶走了。
顾董，时间太久，档案还需要调取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今晚查清楚。您已经认定林总监就是那个人，语言可以伪造，习惯可能巧合，但这2条手链只有一对。他就是我找了20年的人。查到了，林夏原名夏满，10岁时父母离婚，之后随母亲林云生活，并改名林夏。他曾在启明小学就读，和一个叫沈川的男孩是同班同学。沈川就是我。您？我父母分居后，一直随母亲姓沈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把我接回顾家，我才改名顾成川。难怪你们见面后，谁也没有认出对方。他记得的是沈川，我找的是夏满。我们都换了名字。公司已经不要你了，还查什么？先休息几天。如果我现在停下来，别人就会永远认为我是泄密者。那个顾成川呢？他不相信你？相信我的时候他是顾成川，不相信我的时候他是董事长。请问林夏在吗？红色的是你的，蓝色的是我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小时候叫沈川。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那你不许忘了我。你是小川？是我。父母分居时，我随母亲姓沈，后来才改名顾成川。我一直只记得夏满，你改了名字，样子也变了。我明明早就觉得熟悉，却不敢确认。满满，对不起。你认出我是夏满，才相信我不会泄密，对吗？不是，我会查清真相。如果我不是夏满呢？如果我只是林夏，你是不是永远不会回来找我？小时候我保护沈川，是因为他没有做错。可顾成川开除林夏的时候，连一句我相信你都不肯说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童年的夏马可以原谅沈川，但现在的林夏原谅不了顾成川。你走吧。之前的调查由信息部负责，从现在开始，何强和信息部全部回避。我已经联系独立网络安全团队，服务器日记能删除，云端防火墙记录删不掉，我要原始数据。泄密当晚11点06分，林总监的电脑接受过一次远程控制。内部日志为什么没有记录？有人使用管理员权限删除了痕迹。管理员是谁？何强。林夏从头到尾都是被陷害的。顾董找到云端防火墙记录了，他们已经查到我的管理员账号。昨晚是离开公司，手机和电脑全部处理掉。你答应过不会让我承担责任。备份服务器还在机房。你想让我去毁掉服务器？服务器里有你的操作记录，你不毁掉它，顾成春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周副总，这么晚还来加班？我来检查项目资料。检查资料需要带锤子吗？
拦住他！主服务器损坏严重，但这个存储盘还有可能恢复。立即送去修复。秦助理，周明远已经跑入地下车库，没追上。继续追，同时报警。泄密当晚，有人利用何强的管理员账号，对林总监电脑创建了远程控制任务。能查出谁下达指令吗？关键记录被破坏了，只能确认远程操作不是林总监本人。这些已经足够证明他没有泄密。服务器没完全毁掉，秦征拿走了一块存储盘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联系我。苏婉宁，你想过河拆桥？林夏的电脑被远程控制，他没有泄密。周明远破坏服务器，何强也已经失踪。我没想到周副总会做出这种事。你和他接触最多，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我确实怀疑过他，所以保留了一些聊天记录。我原本想拿到完整证据再告诉你，没想到还是晚了。这些记录只能证明周明远有动机，不能证明泄密是他独自策划的。何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真的不知道。你怀疑我？林夏出事后，你每一次都恰好站在证据旁边。我只是想帮你保护公司。如果让我查到你参与其中，谁也保不住你。何强失去联系，周明远也没有回家，暂时无法证明苏婉宁参与。继续查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胡连夏清白。明天召开发布会，我要亲自向他道歉。经独立技术团队调查，林夏的工作账户曾被远程控制，星环资料并非由他泄露。盛川正式撤销对林夏的一切指控，恢复他的名誉，并承担由错误解碰造成的全部责任。周明远是否参与陷害？周明远涉嫌破坏服务器，转移项目资金，即日起正式开除，相关材料已经移交处理。您是否会邀请林夏重新回到盛川？只要他愿意，市场总监的位置永远为他保留。林小姐，您愿意回到盛川吗？感谢盛川还我清白，但我不会回去。公司可以撤销减聘，法律可以恢复名誉，但失去的信任不是一份声明就能找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盛川不再有任何工作关系。我知道一句对不起不够，那就不要逼我马上原谅你。我不会逼你，但我也不会放弃。林夏，启星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。好，我加入启星。欢迎林总监，市场团队已经等你很久了。在这里别叫林总监，我是项目顾问。林夏小姐的花。原路退回。退回。退回。今天又送什么？送我自己。启星不收董事长。那我在楼下等你下班。林夏小姐的快递。这次也退？这是我的东西，和他没关系。顾董，林小姐把手链留下了。康泽集团准备为旗下20家养老中心更换智能监护设备，首期项目金额3000万元。这个项目已经谈了2个月，但康泽一直不满意现有方案。林顾问刚来启星就要接这么大的项目，不合适吧？哪里不合适？你擅长市场，不懂硬件，
养老监护设备关系到人命，不是靠几句漂亮话就能卖出去。我确实不懂硬件，但我懂用户。如果产品连老人都不会用，技术再先进也没有意义。7天后，我们会在安康养老中心进行最终测试。设备出现一次漏报，合作立即取消。启星现有系统已经通过行业测试，实验室通过不代表老人会用。按键太小，提示太复杂。养老中心100多位老人，真正愿意带的不到30人。我要去养老中心做实地调查。7天时间，你还要重新做用户调查？以前2个月都没解决的问题，继续坐在会议室里讨论，再给2年也解决不了。7天后我只看结果。刘大爷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按这里。哪个？这上面5、6个图标，我眼睛都看花了。快关了，这东西比我还能折腾人。不是老人不会用，是产品根本没想让老人用。每次翻身他都报警，护士1晚上跑好几趟。地下活动区没有信号，摔了也没人知道。去年停电时，网络基站全部失效，设备明明戴在老人手上，却一条警警都发不出去。老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功能，而是关键时候一定能用。取消复杂数模屏，只保留一个紧急按键，字体放大，增加语音提示。最重要的是，设备断网后仍然可以互相传递警报。你知道离线传输意味着什么吗？芯片、算法、功耗都要重新调整，所以我需要技术团队配合。7天完成不了，我不会让整个团队陪你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。给我48小时，如果拿不出可行原型，我主动退出项目。好，48小时后没有原型，你就别再插手产品研发。今天没送花，该堵门了。听说你接了康泽的项目，顾董消息挺灵通，需要盛抽的技术团队帮忙吗？不需要，我离开盛抽就是想证明没有你，我也能做好项目。好，我不插手。这么听话？你说过不许擅自替你做决定，但你可以拒绝我的帮助，不能拒绝吃饭。只给我的？项目组每个人都有。顾总开始会避嫌了。追人也要遵守规则。原型完成了，明天带去养老中心实测。实验室能想，不代表实际环境能用，所以才需要实测。检测到疑似跌倒。我好好站着，怎么又说我摔了？他的手部抖动被算法判定为跌倒。老年人动作不稳定，误报率只会更高。1个小时误报6次，这种设备我们不会采购。48小时到了，你输了。刘大爷，您的手一直会抖吗？老毛病了，手会抖，腿也没力气。不过我自己能走。我们只判断了手腕加速度，没有判断身体高度变化。你的意思是，同时满足剧烈加速、高度下降和落地后静止，才算真正跌倒？对，老人手抖不等于身体摔倒。这个思路可以试。程总监，现在还要赶我出项目吗？先把误报解决，再得意。连续模拟100次手部抖动，
没有触发警报，模拟跌倒10次，全部识别成功。误报问题解决了，但离线传输距离只有30米，养老中心地下室到护士站超过100米。增加中继聚器需要重新采购设备，时间来不及。3下快的，2下慢的，听见这个节奏就开门。别怕，跟着我的节奏，我在外面陪你。一台设传不到护士站，就让每台设备都成为中继点。警报不直接寻找护士站，而是先传给最近的设备。再一台接一台向外传，伺服网接力传输，理论上可行，但要重写底层通信前翼。距离明天测试只剩12小时，来得及吗？你一个做市场的都没放弃，我这个做技术的凭什么说不行？来了，为什么不进门？这是你的项目，我进去只会让别人以为你又在靠我。顾城川，你真的变了，是变好了还是更讨厌了？暂时算试用期加分。凯越科技的系统昨天已经通过测试，启星如果再失败，项目立即结束。可以开始了。关闭养老中心外部网络。网络已经断开。如果真正发生意外，你们的警报能传回来吗？地下活动区发生疑似跌倒，请立即处理。断网后仍然能定位到具体房间。每台设备都会帮助其他设备传递警报。养老中心带设备的人越多，网络反而越稳定。花园东侧发生真实跌倒，不是测试人员，是刘大爷。我之前认为你是靠陆总关系进入启星，也认为市场人员不该插手技术。所以呢？我错了。技术决定产品能不能做出来，用户决定产品有没有必要做出来。林总监，欢迎加入引领守护项目。之前不是叫林顾问吗？项目拿下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担任启星市场总监。严总签合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进去？你不需要我替你证明什么。严总答应合作，真的和你没有关系。我没有联系严总，没有提供技术，也没有动用盛川的资源。那你这几天做了什么？送了8份夜宵，等了3次下班，还被你拒绝2次。听起来挺可怜。可以加分吗？请你吃面，算项目庆功。这是约会？试用期考察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林夏离开盛川，反而在启星站稳了位置。听说你们准备为启星的引领守护项目供货？是，首批芯片已经准备排产。启星和盛川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从明天开始，所有给启星供货的公司取消盛川下一年度订单资格。芯片、传感器和外壳全部确定后，10天内可以完成首批生产。喂，合同不是已经确认了吗？怎么了？恒光芯片取消供货，说生产线突然没有档期。陆总，传感器供货商也要求解除合同。2家公司同时毁约，不可能是巧合。继续联系备用供应商，已经拿下的项目不能因为几通电话停下来。
林夏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零件，你拿什么完成3000万元订单？第3家供应商也取消合作了，理由呢？有人向行业供应商施压，谁和启星合作，就会失去盛川的订单。盛川不会做这种事。顾城川不会，不代表盛川的其他人不会。有人在针对启星。启星与盛川存在竞争，你们如果继续供货，明年的集团订单不用谈了。启星的项目不值得你们冒风险。顾董那边，我会处理。我们看过启星的产品方案，愿意按照正常价格合作。是谁向你们推荐的？顾董只转发了项目资料，他说是否合作由我们自己判断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找他。你是不是觉得小时候欠我的，所以现在什么都想替我做？我没有替你签合同，也没有替你降低价格，我只是让他们看到你的方案。我不需要你用沈川的身份报恩。我也没有报恩。小时候的沈川欠夏满一句谢谢，现在的顾城川只是想追林夏。如果我永远不原谅你呢？那我就尊重你的决定，但该做的道歉一次也不会少。今天的供应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是他们认可你的方案。把我叫到这里干什么？今天是30天追求计划的最后一天。你还留着？我说过你不会成功，现在看来是我输了。输了就想让我原谅你？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把欠你的补回来。20年前，你在这里教会我勇敢；20年后，我却因为害怕失去公司，先失去了你。你现在说这些，是想让我原谅沈川，还是顾城川？沈川想谢谢爸妈，顾城川想请求林夏，给他一次重新追求你的机会。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不许欺骗；第二，不许擅自替我做决定；第三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必须给彼此解释的机会。我答应。别答应的太快，以后做不到，我随时把你开除。林总监准备给我什么职位？试用期男朋友。试用期多久？看我心情。以后谁也不许忘了谁。终于追上了。准确来说，是顾董被追上以后，又重新追了一遍。你和顾城川在小学约会的照片被曝光了，评论区都在说你被开除后又被顾城川追回来，是为了掩盖泄密案的真相。照片是昨天拍的，有人一直跟着我们。启星已经有2个客户要求暂停合作，照片和谣言交给盛川法务处理。
不能只删消息，越压别人越觉得我们心虚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公开面对，我不想刚成为你女朋友就躲在你身后。这次我们一起处理。苏总监，顾董请您去会议室。知道了。继续引导舆论，重点攻击泄密案调查结果。我要所有人都认为林夏是靠顾城冲洗白的。盛川准备重新启动星环项目的市场推广，启星也在邀请名单里。现在参加，别人只会说顾城川给我送项目。那就匿名评审，我退出评审，全程由第三方监督。好，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没有你，我一样能赢。本次星环品牌重启项目采用匿名评审，顾董主动回避评分。为了避嫌，启星科技本来就不该参加。如果苏总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，可以拿项目标准说话。5号方案以92.6分排名第一。5号方案是哪家公司？启星科技。这份方案与林夏在盛川工作时的思路非常相似，我怀疑他使用了盛川的内部资料。方案所有数据都来自公开市场调研，创作时间和原始文件已经交给第三方公证。而且这次方案由启星团队共同完成，盛川没有任何人提前看过。5号方案的完整度和创新度均为最高，评审过程不存在人为干预。林小姐，您认为自己获胜与顾董有没有关系？有，因为他主动退出评审，给了我一个靠实力赢他的机会。林总监，恭喜。顾董，合作归合作，报价1分都不能少。可以，回家再谈感情。网上说林总监入职盛川前就知道顾董是他小时候的朋友。胡说，他被开除的时候都没认出来。这种照片只存在学校旧档案里，有人专门调查过我们。您是否利用童年关系进入盛川？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顾城川就是沈川？我10岁以前叫夏满，父母离婚后改名林夏。顾城川小时叫沈川，成年后才改名。这不能证明您入职前不知道。我的入职申请、背景调查和历次谈话中从未提过童年关系。如果我早就认出他，为什么被开除时不拿手链证明身份？顾城川是在我离职后从工位缝隙里找到手链，才认出我。这件事有公司监控和物品登记记录，一份改名记录洗不清他的嫌疑。继续放消息，说他故意把手链留在工位，引顾城川上钩。林夏的童年档案是你泄露的？网上的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最好跟你没关系。今天只回复一件事：林夏在进入盛川前，不知道我曾经叫沈川。监控时间为林夏离职后的当晚，物品登记记录也证明手链由顾董发现。那您是什么时候与林夏确定关系的？他恢复清白并拒绝回到盛川以后，有人认为您利用董事长职权替女朋友洗脱泄密嫌疑。泄密是由独立安全公司调查，完整技术报告已经公开。林夏不是因为与我恋爱才清白，她本来就是清白的。所以是林夏主动接近您，还是您追求她？是我追的她。我曾经不相信她，开除她，认出她以后，也是我一次次请求她原谅。如果一定要有人为这段关系承担责任，那个人是我，不是林夏。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？你说过不能替你做决定，我只是说清我应该承担的部分。这次表现不错，试用期加分。介绍我们现在是介绍杰克会警察介绍4连成瘾的电动手机。爸，顾城川已经彻底站在林夏那边，该动手了。近1个月，盛川连续卷入泄密、恋情和内部管理争议，
股价变动超过20%。泄密案已经查清，星环项目也在重新推进，但资本市场已经对你的管理能力产生质疑。我提议暂停顾城川的部分战略决定权，金额超过5000万的项目必须经过董事会审批，这会严重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，总比董事长因为私人感情做出错误决定强。苏董，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。我只是为所有股东负责。你父亲刚销了顾城川的决策权，你是来庆祝的？如果不是你，城川不会失去董事会信任。你们父女早就想夺权，别拿我当借口。你说的对，我想要顾城川，也想要盛川科技，可惜他和公司都不会属于你。男人会变，股权不会。等我父亲控制盛川，顾城川还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？所以你陷害我，不只是因为嫉妒，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昨晚录音，我说过，以后任何事儿都不瞒你。他终于露出真正目的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查苏家的资金，320万元宣传款，打进我账户的200万元，还有星环推广预算，都经过不同公司。但这些公司使用过同一个财务代理，表面没有关系，实际上注册地址都在同一栋商务楼。顾董，查账就查账，别占调查员便宜。是你先碰到我。顾董，有结果我可以晚5分钟再进来。不用，正事要紧。3家公司收到盛川款项后，都将资金转入瑞航投资。实际控制人是谁？表面股东是海外基金，暂时查不到最终受益人。从供应商入手，市场合作会留下联系人、报价邮件和用车记录。那就从供应商查起。我整理启星合作过的供应商名单。瑞恒投资的业务联系人赵凯，曾经代表海蓝咨询参加过启星的项目谈判。赵凯是谁？苏正廷的私人助理。赵凯控制的瑞恒投资从去年开始持续收购盛川股份，每次盛川发生负面新闻，股价下跌，瑞恒都会大量买入。泄密、恋情曝光、客户解约，都是他们压低股价的工具。如果加上苏正廷现有股份和几名小股东的委托权，他已经接近控股线。苏家想通过恶意制造危机，低价夺走盛川。暂时不要惊动他们，继续查实际持股协议。只差最后2名股东的授权，您就能在董事会上压过顾城川。星环泄密案只是第一步，顾城川仍然拥有创始人威望，必须让他彻底失去股东信任。他已经在调查瑞恒投资，那就提前启动下一步。只要这份文件出现，顾城川就再解释不清。专利转让，顾城川涉及核心技术外泄，内容不重要，时机才重要。等他查到你之前，先让他陷入另一场危机。苏正廷正在收集代理投票权，他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查到赵凯了。那就让他以为自己赢定了。这次会不会很危险？你可以退出。恋爱条件第2条，不许擅自替我做决定。好，我不替你做决定。顾城川，我们一起查到底。想知道是谁陷害你？今晚10点，旧码头仓库，只能你一个人来。周明远，苏家已经准备杀人灭口，你不来，
就永远别想拿到证据。他说只许我一个人去，我不会让你单独冒险。我去见他，你和秦真在外围。如果他发现你，可能不会交证据。保持通话，任何不对立刻离开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瞒你。何强在哪里？被苏家送走了，泄密、假转账、证人都是苏婉宁安排的。证据呢？我有他指使我和何强的录音，还有苏正腾转移公司资金的账本。为什么现在才交出来？因为苏婉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，我可以作证，但顾程程必须保证我的安全，也不能把我交出去。你做过的事儿必须承担责任。我能保证的，只有你有机会说出真相。3天后，我带完整证据见你。为什么不是现在？因为真正的大事不是泄密。苏正廷已经把星环的核心专利卖给了海外公司，转让协议上签的是顾程程的名字。海外赫普科技正式起诉盛川侵犯智能健康监测专利，索赔金额10亿元。星环的核心专利明明属于盛川，怎么会侵权？赫普科技提交了一份专利转让协议，协议显示，半年前顾董已经将专利转让给对方。我从未签过这份协议。电子签名经过国际认证机构确认，难道别人还能替你签？只要获取顾董的电子妙药，就能伪造签名。密钥一直由顾董本人保管，谁能拿到？复制林夏账户的人，也能复制我的密钥。电子签名生成时间是您在国外考察期间，当时何强负责维护您的远程办公系统。苏家从那时候就开始准备专利陷阱。周明远的证据，是目前唯一能直接证明苏正廷的东西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不会也出事儿了吧？明天召开投资人大会，议题是暂停您的董事长职务。顾程川私自转让核心专利，导致公司面临10亿元索赔。无论签名是否被伪造，他都必须为管理失控负责。专利转让协议存在伪造痕迹，调查尚未结束。星环资料从你信任的林夏账户泄露，电子密钥又从你的系统流出。顾董，你还有什么资格管理盛川？泄密案已经证明是有人远程陷害，专利文件也可能使用相同手段伪造。林小姐已经不是盛川员工，没有资格在投资人大会发言。他是启星科技代表，也是星环项目合作方，有权说明情况。公司不能继续承担风险，我提议暂停顾程川董事长职务。提案通过，即日起暂停顾程川董事长职务，由苏正廷暂代董事长。顾程川，请交出董事长印章和全部决策权限。这个位置你坐不久。从今天开始，盛川姓苏。20年前我一无所有，照样能建立盛川。你偷走一个位置，偷不走真相。我们还没有输。我知道。你创办盛川又怎么样？资本只看谁拥有最后的投票权。这个位置你坐不久。从今天开始，盛川姓苏。20年前我一无所有，照样能建立盛川。你偷走一个位置，偷不走真相。顾董，您是否会退出盛川？他不是退出，只是去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电子签名经过验证，确实来自顾董以前使用的密钥。密钥可以复制，文件一定还有其他破绽。这个印章不对，盛川8个月前更换过电子印章，旧印章编号末尾是3，新印章编号末尾是4。这份协议显示签署于6个月前，却使用了8个月前已经停用的旧印章，说明文件是后期伪造，再把日期改到半年前。转让协议签署时，旧版印章已经停用2个月，这份文件不可能真实存在。旧印章的密钥一直由顾程川个人保管，他完全可以绕过公司系统私下使用。我为什么要使用已经作废的印章，转让自己公司的核心专利？也许是为了把责任推给系统。苏董，你承认这份文件使用的是作废印章，就已经证明它存在问题。只能证明程序不规范，不能证明文件是伪造的，没有直接证据。盛川不会因为你的推测改变董事会决定。
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说辞。旧印章只是第一个破绽，周明远手里的证据才是关键。这里有苏婉宁指使我陷害你的录音，还有苏正廷转移项目款的账目。何强在哪里？苏家把他和家人送去了国外，我不知道具体地址。用林夏的账户把新环资料发出去，证据做得越完整，顾城川才会亲手开除他。如果顾城川查到我们怎么办？所有责任都会由何强承担。专利转让协议也是苏正廷安排的。何强复制顾城川的电子密钥，我负责找海外公司接收专利。你明知道是犯罪，为什么还做？我替苏家做了10几年，他们答应公司到手后，让我当执行总裁。我能保证你顺利出庭，但你犯过的错也必须承担责任。好，明天上午9点我会出现。周明远果然背叛了我们。明天以前，把他手里的东西拿回来。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还是没人接。周明远没有回酒店，车辆还停在地下车库，调取停车场监控，他被人带走了。苏家知道他要作证，立即报警，查车辆去向。证据原件也被抢走了，没有证人和原始设备，录音很难被董事会采集。他们抢走的是 U 盘，不是全部证据。我留了备份。东西都在这里。周明远呢？按您的要求，暂时关起来了。股东大会结束前，不能让他出现。经核验，苏正廷董事持有及代理的投票权已经超过顾城川。顾城川任职期间，公司连续出现泄密、专利纠纷和重大股价变动，我提议正式罢免其董事长职务。专利文件存在伪造，周明远也能证明苏家参与陷害。周明远是涉嫌侵占公司资金，现在已经畏罪潜逃。他的话有可信度吗？他不是逃走，是被人带走了。林小姐，没有证据就不要诬陷董事。罢免提案通过，苏正廷正式当选盛川科技董事长。顾城川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保留普通股东身份，不得参与公司经营。你用偷来的投票权坐上这个位置，早晚会摔下来。成王败寇，公司只认结果。看见了吗？顾城川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没有董事长的位置，还有能力、人心和清白。你们除了偷，还剩什么？等我父亲清理掉顾城川的旧部，盛川再也不会有人听他的。别急着庆祝，你们坐上这个位置只剩1天，因为周明远的录音在我这里。一个外部合作方有什么资格召开董事会？如果证据涉及公司泄密和专利问题，我们有权听取。用林夏的账户把资料发出去，顾城川才会亲手开除他。苏总监，请解释。这不是我的声音，声音、语气和内容都非常清楚，你还想否认？现在利用人工智能仿造声音并不困难。周明远恨我把他开除，完全可能伪造录音报复苏家。这是经过云端压缩的备份，暂时没有发现明显剪辑，但缺少原始录音设备，无法排除合成可能。不能确认真伪的录音，不能作为证据。周明远已经被你们人带走，原始设备也被其抢走，现在反过来要求原件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你有绑架证据，可以交给相关部门。这里是董事会，不是讲故事的地方。林夏，你以为一段假录音就能翻盘？录音不是假的。我可以证明，是苏婉宁指使我们陷害林夏。何强，你收了顾晨晨多少钱？回来替他作假？我确实收过钱，但给我钱的人是你。
苏家替我偿还300万元债务，又支付我儿子的海外治疗费，条件是复制林夏的账户凭证，伪造泄密记录。这些只是普通资助，不能证明其他事情。那这些呢？这是苏婉宁发给我的原始指令，林夏账户访问设备以及没有删除的服务器底层日记。假的，这些全是何强伪造的。每条信息都保留着设备签名和通信运营商时间签，是否伪造可以直接鉴定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苏家把我送到国外，后来停掉了我儿子的治疗费，还让我承担全部责任。我愿意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，但我不能再替他们害人。时间、设备编号和操作路径完全一致。苏婉宁，这次你还想让谁替你背走？海龙咨询、泽丰船舶和恒泰市场收到盛川项目款后，全部将资金转入瑞恒投资。瑞恒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是谁？苏正廷的私人助理赵凯。瑞恒利用项目款，在盛川股价下跌期间低价收购股份，再将代理投票权交给苏正廷。苏家制造泄密和专利危机，压低股价，再用从盛川偷走的钱收购盛川。一派胡言！瑞恒的投资行为与我无关。苏正廷，你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？我们根据报警线索，在废弃仓库找到周明远，并控制了涉事人员。专利接收方赫普科技的实际负责人也是苏正廷，合同和汇款记录我都交出去了。苏正廷、苏婉宁、赵凯，你们涉嫌伪造商业文件、侵占公司金和妨碍调查，请配合接受调查。我是盛川董事长，你们没有权利带我走。利用非法资金取得的投票权无效，你已经不是董事长了。我说过，这个位置你坐不久。这些都是我父亲和周明远做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计划。婉宁，你在说什么？爸，是你逼我配合的，我只是想帮助盛川稳住公司。刚才还说何强伪造证据，现在又变成被父亲逼迫了。林夏，你闭嘴！伪造账户、安排假证人、泄露童年档案，都是你亲自下令。我做这些是因为我爱你，陪了你这么多年，凭什么林夏一出现就能拿走你的一切？哎，不是我，是你得不到就想毁掉的一切。如果没有林夏，早晚会爱上我。没有林夏，我也不会爱一个靠陷害别人满足自己的人。都是你毁了我！毁掉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林夏，我已经作证，能不能替我求情？你交出证据是应该的，承担责任也是应该的。专利转让协议已经被确认无效，董事会准备恢复您的职务。这次是我们一起赢的。试用期男朋友表现合格。赫普科技撤回专利诉讼，苏正廷、苏婉宁等人接受进一步调查，涉案股权及资金已被冻结。董事会一致同意恢复顾成航董事长职务。盛川需要的不是个人崇拜，而是一套不会再被少数人操控的制度。未来3年，盛川的市场战略不应该依靠价格战，而应该建立用户信任和品牌价值。林夏综合评分第一，正式通过首席市场官任职评审。林总，之前我们听信流言，误会了您，对不起，道歉我接受。以后别靠流言判断任何人。启星和盛川的合作已经稳定，你也该去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下次合作报价不会给你打折。林首席，欢迎回来。顾董，今天表现不错。只有口头表扬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啊？从你答应做我试用期女朋友那天开始。小时候你保护了我，后来我却差点弄丢你。林夏，嫁给我，以后换我保护你。最后一句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不是你保护我，是我们互相保护。好，以后我们互相保护。
别怕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小时候我教他勇敢，长大以后，我们终于学会相信彼此。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谁保护谁，而是无论发生什么，都站在对方身边。以后谁也不许忘了谁。